你知道反恐特警的感知能力有多可怕嗎？不带吹牛的，如果是你在邊等紅燈邊打電話的情況下，又突然遭遇到隔壁车的偷袭，估計你連自己車的倒檔怎麼掛都忘了吧。反正我是已經懵逼了。当然啦，这種小场面对於身經百戰的洪都來說，都只不過是小 case 而已。寶子們，這種超暴力的美式截停可千萬不要隨便亂學哦。洪都憑借着硬核的身體素質和槍法，硬是當場擊斃一個又重傷了一個。這仨倒霉殺手怎麼也沒有想到，來前兒還生龍活虎的，一眨眼的功夫差點就被全歼了。之所以洪都會遭遇殺手滅口，都是因為他在調查洛杉磯韓國城一名叫金爺的大毒梟，目標人物可以說是黑白兩道，表面上是房地產大亨，背地裡卻在通過幫派組織進行販毒，而洪都讓他損失了2500萬的貨物，一下虧了這麼多錢，擱誰身上那不都得心疼幾天呀？可鑑於洪都現在既是受害人，又是唯一的目擊證人，所以上級不允許他繼續參與調查和追捕。雖然氣不過上面的安排，但洪都已經有了自己的打算，因為他記下了一名殺手脖子上的紋身，那是一個幫派特有的標記。於是特警們很快就通過線人找到了其中一名殺手，然後又威逼利誘套出了另外一個人的信息。可抓捕這小子的時候，屬實費了點勁，如果再來晚一些，他就要拿着錢跑路了。好家伙，幹掉一個特警的定金才2萬塊，洪都的小命也太廉價了吧！但即使抓到了殺手也沒什麼用，因為他們只是拿錢辦事，根本不知道背後的雇主是誰，只曉得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大人物。而另一邊，金爺為了堵那2500萬獨資的窟窿，正在找人牽線搭橋向銀行貸款。可他絕對猜不到洪都多損呀，竟然主動找上銀行貸款負責人，悄悄透露金爺正在接受警方調查，洗錢、走私、販毒以及謀殺警官，反正他早晚都得被抓進去。女人聽後都快感激死洪都了，就差以身相許了。Kim's going down. You didn't hear that from me. Thank you. 當金爺聽說銀行貸款被洪都給攪和黃，那氣得當場就在大街上發飆。可這才哪兒到哪兒呀？還有更氣人的呢！洪都自然是不會放過這個當場嘲諷他的機會。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e next time we see each other, you will be wearing cuffs. I hope you enjoy the time you have left. 但洪都這麼做可不僅僅只是為了出口氣，因為金爺的資金鏈斷了，他的那些黑色產業也被警方監控，所以他謀劃了一場騙局，將一些有錢有勢的大人物請到私人俱樂部，試圖用自己名下的房地產項目融資，卻沒想到被一名赴約而來的警監給攪黃了。眾所周知，哪個高層還沒有幾個經商的酒肉朋友？警監麥克也不例外。但當他聽說金爺是犯罪分子時，立刻劃清界限，配合反恐特警演了一出戲，當着所有人的面拆穿了金爺的套路。因為他房地產項目的市場評估是假的，所以這個項目不僅不會帶來收益，還會賠錢。這樣一來，他圈錢的目的又泡湯了。無奈之下，金爺只能鋌而走險，特意聯繫上了一夥外地的買家進行毒品交易，以為能神不知鬼不覺的，卻不知這一切都已經被警方監控了。接下來只要交易雙方亮出貨物以及現金，然後再把小手這麼一握，就證據確鑿了。反恐特警們從四面八方衝了出來，輕而易舉就幹掉了幾名毒販。有一名頭目想要開車逃跑，結果腦袋差點被特警給撞報廢。金爺也沒好到哪裡去，一個野蠻衝撞就起不來了。聽到隊友這邊播報金爺被抓的消息，洪都懸着的一顆心也總算是踏實了。但接下來反恐特警組又會遭遇什麼危機呢？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